收听《野生动物知多少》。Tell me wildlife, tell me why。噗！河马为什么要使出大便攻击呢？河马的大便为什么对生态系这么重要呢？人类跟河马究竟谁比较危险呢？让我们闯进野生动物的世界，寻找答案吧。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ly。嗨，大家好，我是 AZ。我们今天又要继续来聊河马咯。原本以为就是河马没有什么好聊的，没想到居然有这么多神奇的冷知识。例如说像上次聊到说，他们跟鲸鱼还有海豚是有很亲近的亲缘关系的，这让我很意外。对啊，还有那个小飞河马的研究，我也觉得蛮有趣的。小飞河马真有够好笑，但是你这样讲，可能有些人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哦。哎呀，那就请不知道小飞河马是什么的人来听听上一集，你就会知道咯。我们是讲小飞河马，不是小飞象哦。我们上一集有讲河马是怎么飞起来的。那这一集我们又要来聊什么呢？这一集呢，我想要特别来聊聊河马的大便，还有来聊聊河马跟人类谁比较危险。我们聊大便这件事会不会不登大雅之堂啊？拜托，你平常都是在闻猕猴便便的人你怎么会这样说啊？你自己还不是也是还说我？对啊，所以作为这个文史工作者，当然要来聊聊大便这个主题啦。好，那就麻烦各位听友慎选这个听这一集的时间咯。我也先把我的零食放到一边去。那我问你哦，你有看过河马大便的样子吗？听友们也可以想想看，你们去动物园的时候有没有曾经看过河马大便呢？有啊，我之前在台北市立动物园当志工的时候，就有看过，就是河马在水里大便，而且真的是很夸张，他们会一边排泄，然后一边就是甩动他们的尾巴，让这个便便可以喷的到处都是。然后那时候身为解说志工，就要跟大家一直努力的解释说，我们不是因为这个就是没有在清理这个河马的水池，所以导致这么浑浊，是因为水马是什么？河马的习性就是会把这个大便喷的到处都是啦。不错你都有记得因为这个实在太特别了，而且又不是每个动物都会这样子喷屎。确实，河马喷便这件事情算是他们的一种很特殊的行为，而且以前我们所知道的其实不够多，只知道河马会以泼洒粪便的方式来标记领域，但是其实它延伸出来的意义不是只有这样而已哦。怎么说还不止这样吗？你说从河马喷屎这件事情，我们还可以看出什么呢？我翻到了2022年的研究，就看到了有一个法国研究，它透过河马喷便的行为，以这个基础再进一步的调查，结果又发现了一件蛮有趣的事情，那就是原来河马是不喜欢陌生同类的哦。如果把它们当成人来看的话，我觉得河马应该算是不太喜欢社交的吧。这样原来河马也是一个社恐啊。河马不喜欢陌生同类，跟它喷便的行为有什么关系啊？是遇到陌生的河马，它就会开始喷便吗？你也厉害耶，你怎么知道？从结论上可以这么说，没错。那我先来讲讲这个研究是怎么做的好了。好啊。那这位法国的动物行为学教授啊，他在非洲的保护区当中的3个湖泊有录下了7组河马的叫声哦。那他们录制的声音，他们有给它一个名称叫做喘息鸣叫，英文叫 wheeze honk，就是河马最常见的一种发声的方式，可以传播得很远。喘息鸣叫到底是什么声音？好好奇哦。我刚好这边也有一个音档，那我来放给大家听一下。好啊。也没有这么像喘息声啊，听起来有点像猪，还是有点像小雨蛙的声音？
总之就是这是很常见的河马的叫声，所以之后如果也有去动物园的话，也可以仔细听听看哦，那会不会有这种叫声？那录了这个音档要干嘛呢？哦，录完之后啊，这个研究团队他就把录下来的声音回放给另外5组的河马来听听看。哦，给其他河马听，那结果嘞？那这几组在听录音的河马呢，有一些是认识录音，认识被录音的那只河马，那也有一些是不认识的。那结果就发现呢，听录音的河马如果认识原本发出声音的河马，它们就会以同一种喘息鸣叫来回应，或是就会慢慢靠近那个声音的来源。但如果是听到陌生河马的声音的话，那些听录音的河马则会出现喷便的行为哦。那就是他听了之后就刺激他排泄，没有，就是他想要占地盘的意思吗？你是说那个肠胃蠕动呢？看见社恐了，好紧张。菜的意思是一样的。对，就是听到别人的陌生人的声音，好紧张，我要开始排泄，然后宣示他的地盘。对，比较像是占地盘的意思啦。就是标记领域，还有宣示主权，而且有时候甚至还会出现攻击的姿势。哦，原来河马可以借由声音来辨识是其他的河马的声音。那对我们来说，他们的声音听起来都是一样的啊，但是对他们来讲，可能就是真的是不同的朋友或是陌生河马的声音。对，就像我们听到其他人类的声音，我们也分辨得出来谁是朋友一样。对于河马来说，他们也知道。那这项研究呢，也有显示说，河马对自己的邻居是比较没有敌意的哦，但是对陌生的河马，它就会展现敌意了。熟悉了之后就知道对方不是坏人啦。但是我也很好奇耶，这个研究人员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研究啊？我们好像每次聊研究都会再聊到他的研究目的到底是什么。很好奇呀。那看似好像很奇怪的研究，其实呢，像这样的研究是对于保育来说，我觉得是还蛮有价值的。怎么说？播放河马的声音可以帮助保育？没错。做这个研究的法国教授他就有提到说，这个研究其实是可以帮助保育跟野放的工作哦，主要是可以用在例如说，如果有一只河马它受伤了，然后它就来到了收容中心治疗，治疗完之后要野放，那它要野放之后，可能外面的河马已经不认识它了，所以就可以先录好这一只河马的声音，先到它野外要野放的地点先播几次，让其他的河马先熟悉这个声音，等到真的野放的时候呢，其他河马就比较不会对它有敌意哦。所以说，或是如果收容中心已经有一些河马了，但是又有外面的河马被救援到收容中心的话，这样也可以先播就是新河马的声音，让收容中心原本就有的老河马可以熟悉新来的伙伴的声音，来降低戒心咯。没错，你真是会举一反三呢。蛮有趣的耶，这样说不定也可以套用在准备要进入新环境、新职场的新人身上。怎么用？降低戒心，多播放新人的声音，是不是？让大家先那个降低心理摩擦力，降低心理的戒心。以后可能可以想想看。对啊，所以河马的喷便行为，它是跟社交其实是很有关系的。那不只是跟社交有关哦，河马的便便本身也对于生态平衡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哦。好几年前呢，就有研究指出说，非洲肯亚那边，那边有很多河马，但是因为人的狩猎的关系，导致那边河马的数量变少了。那河马数量变少之后，它们的粪便也变少。那他们这个研究就提到说，这种现象很有可能会影响水中的生态平衡，再进而影响到当地的这个社区的食物供给，因为这个水不平衡就没有鱼嘛，那没有鱼的话，当地的食物就变少了，而且会威胁到渔民的生计。影响这么大哦。但这样听起来是人类造成的影响又回到了人类身上。不过这跟河马便便
为什么特别厉害，有什么关系呀？河马便便特别厉害，其实是跟它的特殊的生活习性有关哦，而且也跟有一个化学元素很有关系。化学元对，素什么？那个化学元素大家应该知道是什么吗？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啊，就是好一个化学元素叫做硒，就是细胶的硒啦。哦，细，对。那还记得我们上次讲到河马晚上都会在陆地上吃草，然后白天回到水里吗？这个陆地上的草是富含了很丰富的这个硒的元素。那当它回到水里大便的时候，它就会把草原生态系的硒元素带到水里哦。哦，那把细带到湖中，对于这个湖里的生态好吗？其实这个硒元素啊，在湖泊生态系统当中也扮演着很关键的角色呢。例如有一种藻类，就叫做细藻嘛。啊、有听过。那细藻呢，它就非常需要硒来形成它的细胞壁，所以有河马在的地方呢，这个细藻就会长得特别好。那对于鱼来说呢，也就有更多的食物资源啦。那如果湖中少了细，又会怎样呢？如果硒含量下降的话，那细藻的生长就会受到限制啦。那这样就有可能会导致其他的浮游生物，例如说蓝藻，它的竞争优势就整个上升了。然后这样子呢，就可能会引发这种像蓝藻大量繁殖或其他藻类大量繁殖，然后就会变成水质恶化，然后整个生物多样性就变低了。哦，哎，真的是一连串的影响哎，所对以，所以河马等于说把草原上的细带进了湖泊中喽。那嗯。可以算出河马到底从草原中，哎，透过便便输入了多少的细到湖泊里面吗？这算得出来吗？这个研究它就有计算哦，它就计算了，从河马吃了草的生物，就是草的这个含量啊，还有河马的摄食量，它一天吃多少啊，总共吃多少，还有粪便的排泄量等等的，最后就估算出了河马每天向这个湖泊输送的硒含量大概有0.4公吨的硒哦，也就是大概400公斤的硒那么重。400公斤哇，那很多可哎，见它的大便有多少。很多很多。对啊，那研究呢就有提到说，这个河马的活动，它可能会影响高达76%的总细流量，诶，细流量，细流量，对，也就是说，只要有河马有活动的地方啊，它其实就是在整个生态循环或是化学元素循环当中呢，它扮演着非常非常关键的角色哦。那也是为什么如果它的数量变少了，就会大大的影响到那边的整个湖泊的生态，然后导致那边的鱼群会死亡。哎，真的是牵一发动全身呢。虽然河马它本身不吃鱼，但是却对鱼会造成这么大的影响，这也进而就是会影响到那边的人民的生计。不过刚刚提到河马变少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人类想要狩猎河马。哎，为什么有人要狩猎河马？是因为要吃吗？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吗？吃也有啊，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威胁，像是栖息地开发，这应该是所有野生动物都面临的一个危机。然后还有像是河马的牙齿，其实也是那个算是有些人会把它用来取代象牙，因为自从象牙被禁止贩卖之后啊，河马的牙齿就是应该说河马因为牙齿而被猎杀的数量呢就大大的上升了。哈，连河马的牙齿都要夺走，这真的是人类。对啊，自己的牙齿还不够，还要别人的牙齿。对呀，然后你刚刚有讲到有人是不是要吃河马，对不对？嗯，这就让我想到说，诶，其实，除了现在有少数的人吃河马之外，在2023年的一个 Nature 的期刊上面也有提到说，吃河马这个传统其实是源自于300万年前肯雅那边的古人就有在吃了耶。
那他们怎么知道的呢？他们在这些古文明的遗址里面都有发现河马的骨头，而且这些骨头呢是有被切割的痕迹，也就是有人类用那些在石器时代的时候用这个石头去把它做切割的。所以他就是就推测说，古代的人就会吃河马了。不是其他动物去啃咬的，而是因为人类用了工具把它切割的。感觉听起来很像在吃蹄膀吧？对啊，有点像。现在的人还会吃吗？我现在查了，就是有查一些看到底有没有人在吃，确实这个资料是比较少的。对啊，比较。应该不算是一个多数人的习惯了。对啊。不过呢，我倒是也有在去年暑假的新闻也有看到，这个非洲纳米比亚那边，他们确实有吃河马，但是他们是因为遇到了百年干旱，那种百年干旱饥荒啊，所以政府宣布下令的说可以开始杀野生动物，然后杀了这些野生动物，包含大象啊、河马啊、斑马等等的，然后把肉分给民众吃，而且他们也强调说这个措施是必要的，而且是合法的。到现在我们现在生活的状态其实还蛮难想象的耶。不过这样子不会遭到就是保育人士的抗议吗？有啊，那个时候也有蛮多保育人士在抗议的，但是也没办法，因为如果不吃的话，那些在非洲的人他也可能会因为挨饿而死亡。真的，这样确实蛮矛盾的，因为这一则新闻就可以感受到世界的两个极端，一个就是像我们这样生活在一个生活上算富裕的国家里面，然后过着这样的日子，基本上没有什么干旱的问题。对啊，我们已经几乎没有这种干旱啊。然后或者是不会有那种非常闹饥荒的情况，然后因此有余力去关注环境议题，提倡什么生态保育这些。但是反观另外一个极端，则是就是很多人深陷在水深火热、受苦受难的生活，然后为了自己的下一餐，可能都还没有一个着落。然后因此为此必须要可能猎杀他们在地的野生动物资源，却又被骂说违反保育，这还蛮矛盾的。对啊，还蛮感慨的，而且还是这么近期的新闻呢，是去年的新闻哦，真的很难想象就是已经活在现代了，然后还要再面临这种挨饿的日子，感觉这个世界真的是在往两个极端的方向前进。没错。那讲到这个啊，感觉也还蛮适合现在来讨论河马跟人到底谁比较危险的。因为河马虽然感觉笨重的又呆呆的嘛，但其实危险性也很高啊。然后非洲每年杀死人最多的哺乳类动物，其实就是河马所以河马对非洲人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吗？你自己觉得啊，就你觉得人跟河马到底谁比较危险？我觉得问题，首先呢，就是要讨论到底危险的定义是什么。因为先来讨论定义，厘清定义很重要。对啊，因为如果是指面对面的那种危险性的话，那一定是河马的危险性高嘛。对啊，它们其实是这个算是有攻击性的动物啊，然后可能一点风吹草动，它们就会比较有警戒。对，那不过呢，如果是以族群为单位来看的话，人类跟河马的群体谁跟谁比较有威胁性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来比较一下，就是每年人类跟河马对彼此威胁的那个数量跟程度哦。对啊，是怎么样呢？那我查到，根据一些保育组织的统计啊，每年大概会有上千只河马是被人类猎杀的。上千只河马被人猎杀。对对对，就是人类对于河马的威胁嘛。那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还有一些其他动物研究机构来估计，河马每年呢，则是大概会造成500人左右的死亡。河马确实也造成蛮多人的死亡的，所以才会说河马是非洲算是很危险动物之一。但整体来说，感觉
人对河马的威胁又更大了。对，人对河马是每年上千只，啊，河马对人是大概500只左右500只人。如果是好把人类当动物来看的话啦，对，对啊，所以我觉得实际上，真的很难去做比较，说谁跟谁比较危险，或是谁应该，让步吗？对，杀害谁比较没有问题。对，那应该无论是河马，或是住在河马栖息地周围的非洲居民呢，我觉得两个其实都是更需要大家关注跟保护的啦。他们这种地方通常都是面临保育上的两难，然后在世界上也都是属于比较弱势的。对啊，在同样都是猎杀的情况下，因为正当防卫或是饥饿的猎杀比较可以被理解，但是如果是为了娱乐或者是商业用途而去大量猎杀河马的话，我觉得那个就真的不可取了，因为商业行为真的很容易让一些动物走向灭绝。我觉得我们的结尾好像常常都会比较沉重哦。不过就是每一次在讲一种动物啊，我们也都希望去找到它跟人类的连结，然后可以多延伸思考一下我们跟这些动物的关系。没错没错，因为我们不是只希望让大家看到动物可爱的一面，而是希望有更多就是动物需要被大家关注的那一面，也可以让大家被看见。所以你们说河马比较危险，还是人类比较危险呢？就让大家再细细思考咯。那我们今天河马的主题就聊到这边，也感谢 Emily 很用心的帮我们做了很多的研究跟功课。下次如果大家还有想要听什么动物的话，都欢迎留言或者是私讯我们的粉专跟我们许愿哦。那今天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去侯友善农业 FB 粉专以及 IG 按赞订阅我们更多的消息，也欢迎小额赞助我们，让我们制作更优质的节目。我们下次见咯，拜拜。